又过来这个物流厂维修监控了。那一期4个监控坏的原因是人为剪线，我把这事告诉了老板。监控是好的，只不过线被人家剪了。结果老板过去一刀一个，那场面老惨了，所以那画面我就不播出来了。这期可怕的是那4个监控又坏了，嘿，真应了评论区某位网友说的，过不了多久监控又得坏，这真的邪了门了，没理由会坏呀。老板说我是不是在搞什么行业黑幕，用什么技术手段把监控给弄坏了，好再次过来维修收钱。他这么一问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，都有那技术了还用得着像这样干苦力活？得了，我得一步一步海他真相，为我洗刷冤屈。我一过来就检查他的交换机，我一看交换机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这一条做记号的主线没有亮，当初这条主线是我一路目视过来的，然后在这顶上放了一个交换机，负责那4个监控。这条主线不亮的话，不是交换机出了问题，就是线出了问题。我用斜线一对了下线，大伙不用猜了，我知道什么问题了，这绝对是线出了问题。给大伙看一下，即使交换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，就算我对线，灯也会像这样亮才对，除非那一头的线像这样被它拔了，它的对线灯才不会亮。又或者像这样，咔嚓给剪断了。为了示范给你们看，我把我家网线给剪了，就为了你们一个。于是我打上山去看看交换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。当时我回去整理素材的时候才发现，我上来的这段画面没有拍，我在家补拍一下画面，大伙就将就着看吧。我上来一看，交换机是正常运行的，但是主线灯和一个监控线的灯不亮了。我先不用管那个监控了，先把剩余的监控给恢复先。我于是拿着梯子四处找断点的地方，在一番查找后，果然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了它的断点。这招真的是高啊！俗话说灯下黑，因为这个地方正好是监控的死角不说，这里的网线很多，虽然被剪掉了也很难被发现。至于他是怎么知道这条网线是监控线的，可能我的网线颜色和其他的网线颜色不一样，又或者说我布线的全过程他都看到了。这让我想起来了那条评论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后来我先接回去了，并把这事告诉了老板。接好后摄像头就恢复了3个，但是还是缺了一个。通过对比我就知道了那个摄像头的位置。我上来一看，发现这摄像头进水了，里面都短路烧黑了。大伙仔细看的话，还能看到里面的水反光。至于水灵头嘛，也好不到哪去，塑料的稍化了一点。当时我没有带新的摄像头过来，我只能碰碰运气，把里面的水擦干净，再打个水灵头，看看能不能把它点亮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都能进水，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偏偏在我刚修好不久就进水。摄像头这里我可没有动过，当时维修摄像头的时候，我是在室内接的线，室外我可是一直都没有动过。反正就是这么巧，你说我冤不冤？为了防止再次进水，老板给我递了一个胶布，让我卷2圈做下防水。其实我接好水龙头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摄像头已经坏了。缠胶布意义不大，但是老板还是选择了不修不换，所以我只能照做了。好了，本期部分内容存在夸张，纯属活跃一下气氛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我家这网络这个太莫名其妙了。现在全部断网了吗？你可以跟录试一下。我看啊，比如说可能是不好用，你看我先把 WiFi 打开了。刷一个啥能试呢？比如我看小红书啊。转也打开了，你不能说没打开，但是你就看巨慢。我看着，确实刷不到。它也能收到，但是它就巨慢巨慢。然后你现在 WiFi 装在哪里呢？下面还不行，你看，但是它刚才就蹦出来了。看到了。你看网络不太顺畅。看到了。是吧？那你那个 WiFi 装在哪里呢？这。你看，就都装在这个里面了。但是它是这样的，就当时那个谁阿全给我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这个叫什么东西来着？叫交换机啊。对。但是好像是2楼和3楼的网是在2楼的2楼那个位置，好像是。我现在先检查一下这边的网络。行。咋检查？我有设备检查的。对，你看看。这广告，这录像机，这交换机，下面这个路由器，网络慢。打开电脑看一下网络到底哪里慢。查个口。
有网络进来，测下网速看下有多网。这个正常的100兆和1000兆。这里路由器的网络是正常的，那就接上交换机，看下交换机的网络正不正常。那接交换机上。有意思的是，接上交换机，电脑又跳出了新设备的提示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交换机划分了微浪，但是后面测速才发现，网速压根就测不出来。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我看了右下角才发现，电脑已经断网了，那只能查下电脑目前的 IP 是多少了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路由器的 IP 地址是 192.168.0.1， 然后我就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，看下这是什么设备。哇，问题找到了，水星，居然记住了水星的后台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看来网络不好用，就是被这设备影响了，所以只要找到这个设备，把它给拔了，那么网络应该就都恢复了。至于怎么找它也比较简单，我这边就拼这个地址，拼通以后我就要准备拔线了，因为交换机上面有一条线就是连接这水星路由器的，只要我拔对了网线，拼它就会超时。这里我已经拔了一条，但是拼没有超时，所以我只能把它接回去，接着拔第二条，拼还是没有超时，就这样以此类推，直到我拔掉了这一条，拼才超时。丢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线另一头插着水星设备了。那么这条线又是通向哪里的呢？我操！当时我的重心全看机柜了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个路由器，这也是我最快时间找到路由器了。不过我发现路由器的线好像接错了，它万口的线没有接到交换机上，反而接到了这么个设备上。这个设备我看了下，它是用来控制中央空调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空调也全部离线了。果然，它正常应该连上大机那个网吧，它这个 APP 应该能够打开。你这个空调已经是失联了，你这个。对，失联了，你说对。我把它恢复吧。那咋恢复？能恢复。你这条线应该是接交换机才对。你看，获取用户信息时对。代。我把这个接回交换机上，我把万口接回了交换机，任口接空调控制设备，就这样，空调和网络都正常运行了。恢复了，真的恢复了，不用调了。咋回事？你帮我联机之后，它就自动可以了。我给它联网，现在可以控制了吗？可以。哦，好使了。当时他们也楼上楼下检查了网络，都正常后，我就准备回去了。但是回去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和我说网络不太好用。所以我只能折返回来，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餐厅跟那个客厅都慢。我就在这儿他就怎么视频？就我最近这网络总是这种的，就感觉不干不尬的，一会儿好使一会儿不好使。当时我试了下，网络确实不太好用，不过业主和我说，只要他换个地方，网络就好使了。你看，在这块就好用吧？在这里就好用，在这里就好用，那就说明。先接个电话。我马上走了。当时我大概了解了，只要在这个餐厅和那边的客厅，网络就时好时坏的，反而隔壁的厨房和楼上楼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那想必是客厅的面板出现了问题。这里我就用电脑接上去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脑接上去后，显示是有网络进来的，当时我也测了网速和拼，但是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那只能进入后台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不过我当时在后台并没有看到 AP 离线，我也查了路由器的运行日记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异常，所以这个片段我就跳过了。我是后来才发现，客厅居然装了2个 AP， 这个 AP 背后正好是餐厅，难不成是这个 AP 有问题？这里我就用电脑接上去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脑接上去后是显示有网络的，但是拼好像不是那么正常。第一个包延时巨高，第二个包直接就丢了，但是网络还是有的。不过后面就发现拼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，它丢包的频率一直在增加，插网线还能丢这么多包，这明显不正常了。那就是这个 AP 存在问题了，我只能把它拆了，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拆开以后，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大伙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水云头蓝色和绿色的位置给打错了？这也难怪他们网络断断续续了。我这边就用压线钳给它重新打了个水云头，打完以后，从此他们网络就都恢复正常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